京泉太子爷贪图美色，偷偷往我未婚妻的酒里下药，未婚妻毫无察觉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片刻功夫后，直接昏死过去。太子爷见状，连忙抱起未婚妻，让之投星的包，小心翼翼朝着酒店走去。刚进门，未婚妻就被狠狠扔在床上。就在太子爷准备动手时，未婚妻却突然苏醒，他拼死反抗，随手抓起桌上的烟灰缸，狠狠砸向太子爷的头部。太子爷当场倒地，血流不止。得知消息后，我疯了般冲进酒店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疯了。看着满地狼藉和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、六神无主的挚爱，我没有半点犹豫。这罪我替他扛。法锤落下，3年铁窗，外界都笑我大好青年沦为替罪羊，这辈子算是彻底废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高墙深院背后并不是绝望的坟墓。在这里，我结识了一位神秘高人，他将我收为关门弟子，对我倾囊相授，从辨识百草、钻研古法针灸，到传承绝世武学。昔日的文弱书生，如今一拳轰出，竟能让坚硬的石板瞬间碎裂。3年蛰伏，脱胎换骨。当倒计时结束，这头狂龙再次踏出大门时，京圈的天也该变了。快点，师父，我撑不住了。没办法，只能这样了。多谢师父帮我镇压阳翳之气，弟子永世不忘。3年前，这孩子还只是个连真气都不会运转的门外汉，如今不仅掌握了5门绝学，更是超越了我，成为了一名修仙者。今天是你出狱的日子，收拾好吧。仅仅3年就达到我毕生追求的境界，这小子真是个怪物啊！3年了，不知道大哥的战功章是不是又多了一排？二哥的舰队有没有换新船？三哥又训练出了多少兵王？不是楚家别墅该有的样子。这位美女，请问你是谁？你是？我叫楚长云，这是楚家别墅，我3个哥哥以前都住在这儿。楚长云，你现在还知道回来？你的3个哥哥都没了！什么？都没了？你自己看，大哥在西北边境遭遇伏击，二哥在南海演习失事，三哥在特种训练基地突发意外，3个活生生的人半个月内全没了。相近的死亡时间，没有目击者证明，照片甚至有过修改的痕迹。大嫂，你放心，不管对方是什么体量的人物，我都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与其谈报仇，你还是想想怎么救咱们的爷爷吧。他已经快……爷爷他怎么了？医生说，爷爷如今已经病入膏肓，最多只能撑半个月了。不用去医院，给我1个小时，我能治。楚长光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装？你以前连感冒药都分不清，现在说能治爷爷的病情。大嫂，相信我，先出去等我。爷爷，是常云啊！是我爷爷，孙儿不孝，让您受苦了，让楚家受委屈了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爷爷，您真的醒了？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不闷了，也不疼了。爷爷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让您和大嫂他们受累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不仅要治好您的病，还要找出陷害哥哥们的凶手，让楚家重新振兴起来。好啊，不愧是我楚建国的孙子，有骨气。不过爷爷，您的身子很虚为药材，回来再给您做个药膳调理一下。不用麻烦了，家里现在没什么钱了。爷爷，我当初帮苏晴顶罪，他心里一直愧疚。现在他家里生意做得不错，我找他帮忙，应该能凑到钱。常云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苏晴现在可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，身边围着的都是江城的青年才俊。他还会记得你这个
有过前科的前男友吗？虎哥你也太厉害了，我就知道你最有本事，我们苏氏集团以后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那是，以后咱们苏氏集团在整个临阳市说第二，谁敢说第一？虎哥牛，必须的。林青，你怎么和这个地痞流氓混在一起了？楚长云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一个劳改犯也敢进这种地方，赶紧滚出去！就是啊，哪儿来的穷酸鬼，穿得跟要饭的似的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劳改犯，当年要不是我替你顶罪，说那烟灰缸是我砸的，现在坐在牢里的人应该是你吧？替他顶罪云，你怕不是在监狱里待傻了吧？你真以为我是被王虎欺负？当年那出戏就是我和虎哥故意演给你看的，不那样做，怎么能顺理成章的甩了你这个累赘？累赘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年的事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设计。是又怎么样？当初要不是看你楚家有点钱，能给我买包包买首饰，谁愿意跟你这个没本事的废物在一起？现在楚家都快垮了，你3个哥哥也都没了，你以为我还会记得你？原来如此，我还真是瞎了眼，居然会相信你这种女人，还为你蹉跎了3年牢狱时光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们俩还真是绝配，歪瓜裂枣天生一对。你小子说谁呢？你个刚出狱的穷光蛋，也敢在这里嘴硬？赶紧滚出去，别耽误老子的兴致！看你现在这样子，一定很缺钱吧？这1000块给你，够你吃半个月的了。找死！找死！就你还想和我打？装什么装？你就是运气好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把这小子胳膊腿废了，出了事我担着！那可是焊在地上的茶几啊，就这么被一脚踢飞了。这力气是人吗？楚长云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你难不成想再进去蹲几年？这里有50万，以后别再骚扰我和王虎，咱们两清。果然是男人，见到钱了就挪不动道。苏晴，我觉得你的钱很脏，或者说，我为你顶罪入狱3年，你想靠50万就摆平？2张卡，一共100万，全部都给你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楚长云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对我的卡做了什么？我说过，你的钱很脏。虎哥，您头上的伤口没事？简直是一群废物，连一个出狱的劳改犯都奈何不了。楚长云，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听说楚家自从遭遇那场变故之后，早已经是风中残烛，就连他的爷爷也是重病缠身，朝不保夕。如果我们再给他添一把火，长云，回来了，没受委屈吧？爷爷，我没事，您坐着歇着。钱借到了，苏晴那丫头没让你空手回来吧？没借到，不过无所谓。无所谓？现在知道自己当初多幼稚了吧？人家现在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，哪还认你这个劳改犯前男友？诺，借不到钱就踏实找份工作，别总想着不切实际的。大嫂，我敬你是大哥的妻子，所以给你尊重。我说有办法，自然有十足的把握，你不用多劝。对了，爷爷，临江市5年1度的赌石大赛，咱们楚家应该有参赛资格吧？赌石大赛，咱们楚家以前是有资格，毕竟以前也是4大家族之一。唉，可自从楚氏垮了，家里养的那几个赌石专家早就被其他家族挖走了，没人懂这个呀。你该不会是想自己去赌石吧？楚长宇，你疯了！赌石这东西靠的是眼力和经验，你以前连接触都没有接触过。我可以，爷爷，我在监狱里认识了位老行家，他教了我不少赌石的本事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好，你可得信你。不过赌石这行风险大，别勉强。那居然是楚家的4少爷吗？楚家都垮了，他怎么还来参加赌石大赛？我听说他以前犯事儿进了监狱，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了，咱们还是离远点才好。
哟，这不是楚长云吗？怎么，劳改犯出狱了，还想来赌石混口饭吃？楚长云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赌石不是你这种人能碰的，别到时候输的连裤头都不是。我有没有能力一试便知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倒是你有这个实力吗？好好看看，我已经成功拍到了6块精品情石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6块精品就是第一，这大赛也太没水准了。知道我为什么能代表苏家参赛吗？因为我曾经在野外找到一块不起眼的石头，最后却开出了冰种翡翠。你呢？楚家现在连块像样的奇石都拿不出来吧？等着瞧，今天必让你出丑！哼，这和皮肤好，脑袋明显，这种弱兵人啊。果然如此，这块不错，皮壳紧凑，还有蟒带，应该能出好玉。就选它了。这小子怕不是傻了吧？选块废料？就是，那石头一看就没翡翠，浪费时间。楚长云，你要是实在没眼光，就别硬撑着，赶紧认输得了。选块废料算怎么回事？麻烦把这块秦石登记一下，我选它。先生，您确定要选这块吗？这石头没什么价值的。我确定。楚大哥，要不你用我这块？薛宁儿，是你？我听说过楚家遭遇的变故，对不起，我也帮不了你什么。不过这块石头经过我仔细的观察，8成是块精品，你就拿着吧，可以替你分担一些压力。宁儿，别胡闹！楚长云，你什么本领都没有学就来赌石，分明就是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。你在监狱改造3年，还是这般德行吗？爸，你别说了。宁儿，你就好好看着他出丑吧。只想着一夜暴富，一事无成，你和这种人勾搭会毁了你的。没事，我这块石头可是个好货。你这几10年都没人要的东西，真的？选块废料，楚长云，你就等着沦为自己的陪衬吧。切石环节现在开始，从这里切，小心点，别伤到里面的翡翠。绿，出绿了！我的天，这颜色也太浓了吧！这品质又是一块精品。居然是块废物！切吧，从这里下刀。这是什么玉？是流云仙玉，传说中与女娲补天五彩神石同出一源的稀世异世宝玉。我活了70年，只在古籍里见过记载，没想到今天真能见到实物。流云仙玉！古籍里记载，流云仙玉不仅色泽无双，还能滋养气血。单论价值，1块就抵得上10块精品的冰种翡翠，保守估价至少5个亿。各位来宾，楚长云先生开出的流云仙玉经鉴定为绝品级青石，价值5个亿，远超本次大赛所有参赛青石总和。本届赌石大赛魁首是……等等，他作弊！他肯定是提前在石头里藏了玉，不然凭他一个劳改犯，怎么可能开出仙玉？这比赛不公平！技不如人，就只会耍无赖。再敢狗叫一句，就撕烂你的嘴！田会长，您看他不仅作弊，还动手打人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楚长云，王虎举报你作弊，
按照大赛规则，我要对你进行搜身，还要检查那块仙玉的真伪。原来你们是一丘之貉，难怪他敢这么嚣张。你敢污蔑协会！这块价值5个亿的奇石，却被我用0成本拍下。你们赌石协会这是输不起，反悔了。黄魔，给我出来，好好教训这个作弊的小子，把他的仙玉收缴上来。我不对无辜的人出手，现在滚，我可以不追究你。啊！敢让我滚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！肌肉再硬，发力不懂协调，也是白费力气。你只用手臂发力，却忽略了腰腹和腿部的衔接。看似凶猛，实则空有架子。你在装什么呢？有本事别躲，用拳接我一拳！用拳头接你一拳，如你所愿。看到了吗？你发力时全身都是散的，只要打断一个衔接点，整个人就垮了。真正的力量是让身体每个细节都拧成一股绳。还要试吗？我认输。啊！先前是我态度狂妄，感谢大人指导。赌石大赛身为一个比赛，首先就是要做到公平原则。如果不能做到的话，我不介意让这个协会直接消失。虎哥，别生气，我们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他那病入膏肓的爷爷上钩了。你确定能成？当然，楚长云现在眼里只有仙玉和还债，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对他爷爷下手。只要成功拿捏住他的爷爷，不仅可以拿回我们失去的面子，还可以得到那枚绝品的流云仙玉。不愧叫流云仙玉，每一道气息中都带着仙性。师父说过，入修仙之路，需筑仙基，筑基者凝气成液，筑仙根之基。而如今整个大夏国的修仙者里，最年轻的筑基者还是50年前的玄阳真人。还不信了？
还好只吸收了1/4的仙域，不然凭借现在的肉身，根本无法承受。福哥，楚长云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，要不要今晚动手？行动！浮云仙域只能属于我。是。没想到吸收完流云仙域，居然意外获得了一道秘技。可惜以现在的实力，只能控制方圆10米内的事物5秒钟。常云，不好了，爷爷不见了！爷爷出去遛狗散步，3个小时了还没回来，直到看了监控，才发现爷爷被一个黑衣人挟持带走了。大嫂，别慌，爷爷不会有事。他们要的是我手里的东西，不会伤害爷爷。你在这里等，我去看看。楚长云，想救你爷爷，就带着流云仙域来城北的藏天崖。我爷爷现在怎么样？放心，老家伙还活着。不过你要是敢耍花样，或者带警察来，那就等着收尸吧。记住，只准你一个人来，带上仙域。藏天涯那地方很偏，以前出过好几个历练，要不要我们偷偷报警吧？报警只会打草惊蛇。在家等我回来。常云，楚长云，东西都带来了。东西带来了，放了我爷爷。急什么？哼！把老家伙带过来！爷爷，别怕，东西给我，然后把楚家别墅转让协议签了，我就放了他。云儿，别管我，快走！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房子，绝不可以在你这边丢了。别急，我这就送过来。自我眼前，传闻中嚣张的楚家少爷，也不过如此，在我们面前，还不是得乖乖低头？空间凝固。怎么回事？身体动不了了！你这小子对我们做了什么？别过来！再对我开枪了！你敢？这不可能！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云儿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伤害你。这些都是你干的。爷爷，我没事，就是一些小角色，不足为惧。云儿，你……爷爷，您先歇着。你最好别打听这么多，赶紧放我们走，不然……不然怎样？
背后有你惹不起的人，你最好识相点儿。说不说？你敢虐待我？如果你不说，我不仅敢虐待你，甚至敢直接杀了你。我说，是王虎和苏晴，是他们让我们来的。他们说楚家现在就剩你一个顶用的，抓了你爷爷就能逼你交出流云仙玉，还要让你楚家别墅的转让协议。大哥，该说的我们也说了，能放我们走了吗？幕后之人，我早有预料。你们想要活命的话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想活，就去江城最大的报社实名举报苏晴和王虎，把他们雇你们绑架勒索的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，包括谋夺流云仙玉和楚家别墅的阴谋。大哥，我们举报了苏家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不愿意。我们答应，求求你放过我们。如果你们敢耍花招，我随时可以要了你们的命。是，我们保证。常云，爷爷，你们没事吧？可吓死我了！大嫂放心，我们没事。绑架的人已经处理好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敢来骚扰我们。这仙玉，大嫂，你明天拿着这3/4的仙玉去珠宝行变现，卖的钱一部分要还清家里所有债务，剩下的全部用来给爷爷调理身体，再请几个靠谱的佣人打理家事，你也不用再这么辛苦。常云，这可是5个亿的宝贝，你真要这么做吗？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爷爷的身体和楚家的安稳才最重要。不过这部分钱只能还清债务，想要重建楚氏集团，还需要大量资金。这个曾经的纨绔子弟，如今竟成为楚家真正的顶梁柱。我之前还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豪车？小伙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金融大鳄萧振雄的独生女萧若曦回国了。萧振雄，4大家族之一的萧家，其商业帝国遍布全国，资产100亿，是真正的顶尖富豪。可不是嘛！听说萧小姐在国外遭遇意外，脸被严重烧伤，毁容了。萧振鹏宠女如命，为了让女儿恢复容貌，特意放出消息。谁能让萧若曦恢复如初，就赠送萧氏集团1/10的股份。1/10的股份，1/10就是10个亿。有了这笔钱，重建楚氏集团绰绰有余，甚至还能有余力调查当初陷害自己哥哥的凶手。多谢大叔告知。常云，你去哪儿？爷爷，我去萧氏集团一趟。或许能拿到萧氏的股份，帮楚家重建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常云，治病和美容可不是一回事。你能治好爷爷的病，不代表能让毁容的人恢复容貌。更何况以萧振鹏的脾气，如果没治好，咱们楚家就彻底完了。常云，爷爷说的对，萧振平在商界的地位无人能及，黑白两道都给几分薄面。为了他的女儿，他肯定已经请遍了全世界的名医，家里的债务很快就能还清。爷爷的身体也在好转，我们慢慢来就好，没必要去冒这么大的险。爷爷、大嫂，你们放心，我既然敢去，就有十足的把握。可是，爷爷，相信我一次，等我拿到萧氏的股份，不仅能重建楚氏，还能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家人，查清哥哥们死亡的真相。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3个退役特种兵，连个刚出狱的劳改贩子都搞不定。虎哥，急什么？说不定是信号不好，
或者他们正带着楚长云和那老头往回赶呢。信号不好，藏天角那地方虽然偏，但不至于一三域3个店都打不通。那小子邪门的很，该不我们派去的人？我们派去的可是顶尖特种兵，手里还有真理。楚长云就算再能打，还能躲过子弹不成？怎么样了？老大，我刚看到楚长云带着他爷爷跟没事人一样回到楚家别墅了。这3个黑衣人连影子都没见着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他们3个呢？难道被楚长云杀了？不清楚，我一直守在楚家附近，没看到任何人出来。一群废物，饭桶！虎哥，算了，不就是一块流云仙玉吗？没了就没了，我们还有更好的机会。更好的机会？我不光要的是仙玉，我要的是狠狠出那次在 KTV 的一口恶气。你看，萧振兄的女儿萧菲儿回国了。你是说我们去治萧菲儿的脸？没错，谁不知道萧家是4大家族之首，市值破100亿，萧振雄更是宠女如网。只要能治好萧菲儿，别说10亿悬赏，就算让他帮我们对付楚长臣，他也绝不会拒绝。而且你忘了，我们苏家可是掌握着一种恢复容颜的秘法。萧菲儿的烧伤对别人来说是难题，但对我来说不过是小场面。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！哈哈哈哈！我。菲儿，放心，爸爸已经请了全世界最好的医学专家和美容大师，他们一定能治好你的脸。肖总，我们已经看过菲儿小姐的病历了，7级烧伤，皮肤组织严重受损，甚至影响到了皮下经脉。肖总，我们带来了最新的进口修复剂，还有干细胞培育技术，但菲儿小姐的烧伤太过严重，这些方法恐怕都奏效甚微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萧家主莫慌，菲儿小姐的伤我们有办法。苏小姐，你真的能治好菲儿？萧总放心，我苏家钻研美容行业几10年，什么样的皮肤问题没见过？菲儿小姐的烧伤对我来说只是个小问题。苏小姐，这可是7级烧伤啊，连国外专家都……国外专家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我们苏家有独家的修复秘方，配合最新的经络疏导技术，不出1个月，菲儿小姐就能恢复到以前的容貌，甚至比以前更漂亮。苏小姐，太感谢你了！只要你能治好菲儿，你就是我们萧家的恩人。以后有任何事情，尽管开口，我萧振雄绝无二话。萧总，您还别说，我们苏家最近还真遇上了点麻烦。有个叫楚长云的小子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屡次与我们作对，给我们家族带来了不少困扰。没问题，只要菲儿能康复，不管多大的麻烦，我都能帮你们摆平。楚长云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慢着！这是谁呀？看着有点眼熟。是楚家那个4少爷楚长云吧？3年前犯事进了监狱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楚长云，萧小姐的保安在哪里？谁把这种乞丐一样的东西放进来的？赶紧赶出去！我怎么不能来？还是说，你们根本治不好萧小姐，心虚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萧家主，这小子就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耽误菲儿小姐的治疗，还请您把他赶出去。萧家主，恕我直言，如果你将宝贵女儿交给他们，不仅没办法治好，到时她的疤痕甚至会扩散到全身，永远落下病根，再无治愈的可能。简直是哗众取宠，楚家都完了，你懂什么美容？就是耽误了菲儿小姐的治疗，你赔得起吗？啊！你闹什么事儿啊！来人，把她给我轰出去！
楚长云，你脑子糊涂了，还不快给萧家主道歉，然后赶紧离开，别在这里添乱了。宁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代表雪家来看望菲儿的，你道个歉，然后赶紧离开吧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。萧家主，我可以走，但我必须提醒你，我今天走了，你的女儿就永远再也无法恢复容颜，甚至会被病痛折磨一生。你这个疯子，居然敢诅咒萧家千金！保镖，还不快把他的嘴撕烂！诅咒？我看是你心里有鬼吧？我能感受到你的心跳正在加快，眼神躲闪，你很紧张，是不是被我戳中了要害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怕被揭穿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们带着祖传秘方诚心来医治菲儿小姐，是你一直在这胡搅蛮缠，想趁机蹭热度。胡搅蛮缠？放开我的东西！敢抢苏家的东西，给我拿回来！楚长云，你疯了！这药液遇空气就会挥发，你这样会毁了菲儿小姐的治疗机会，你是在谋害她！谋害？我看你是怕你的秘密暴露吧。你想干什么？诸位，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有点像温度旗里面的水银。的确是水银。我们医院经常处理温度旗破碎的情况，对水银的气味和形态再熟悉不过了。这绝对是高纯度的水银。如果不是楚家这小子来了，我的女儿就要被这种剧毒物质毁了。苏小姐，你所谓的祖传秘方，不过是用水银、激素和化学粘合剂混合而成的剧毒药膏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秘密我藏了整整5年，就连已故的父亲都不知道。楚长云为什么如此清楚？萧家主，是不是水银？你亲自验证一下便知。好，好得很。你竟然敢用剧毒之物谋害我的女儿！若不是楚公子及时揭穿，菲儿恐怕就被你害死了。萧家主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也是被我父亲骗了，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水银啊！还敢狡辩！通知秘书，今天开始断绝所有与苏家的合作。另外，把这2个人给我轰出去，以后不准他们再踏入萧家半步。萧家主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楚长云，不，楚少爷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计较。求求您发发善心，帮帮我的女儿，治好她的脸。萧家主，我记得刚刚您还想让保镖把我轰出去。楚少爷，刚才都是我的错，我给您赔罪了。只要您能治好菲儿，您想要什么？只要我萧正红能办到，一定在所不辞。哼，想要我救你的女儿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还有个条件。楚少爷，请说，别说2个条件，就算是100个、1000个，我也答应。我要你萧家1/5的股份。1/5？萧家市值破100亿，这可是整整20亿啊！太狂了，但他有狂的资本啊！刚才可是一眼看穿了苏家的剧毒秘方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治好菲儿，别说1/5股份，就算是更多，
我也给。不过我的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既然如此，所有人都出去，我要单独为萧小姐治疗。果然不是普通烧伤，萧菲儿体内藏着一股阴寒刺骨的瘴气，这瘴气缠绕在经脉之间，不仅破坏了皮肤组织，还在不断侵蚀她的五脏六腑，普通仪器根本检测不到，更别说根治。低声快速念诵古老会下的修仙法诀。瘴气已去大半，剩下的只需修复受损的皮肤即可。哦，居然生出了一分灵智，区区瘴气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给我去死！楚少爷什么医疗器械都没带，就凭着一双手，难道想凭空治好7级烧伤？萧总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居然相信一个刚出狱的小子，还答应给1/5股份。你没事就好，菲儿她……放心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再过几天就能彻底痊愈，连疤痕都不会留下。楚少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菲儿她真的没事了？萧家主自己进去看看便知。菲儿，我的菲儿。这种程度的7级烧伤，不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治好，还能做到不留丝毫痕迹，这简直是逆天之举，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！这个年轻人不仅身手不凡，医术更是出神入化，以后谁还敢小觑楚家？楚少爷，感谢您救了菲儿的命。这是萧氏集团1/5的股份转让合同，手续已经全部办好，您签字即可生效。宁儿，有了这笔钱，楚家就算是有了东山再起的资本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分明是愿意的，可为何是这般反应？难道……苏晴小姐，王总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们苏家的市值短时间内直接缩水1/3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就算萧家解除了合作，也不至于缩水这么多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您看，是那3个绑架楚长云爷爷的黑衣人，他们去江城晚报实名举报了您的计划，说您误用他们绑架勒索。楚长云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，能让3个武功高强的退役特种兵为他钻事，甚至不惜实名举报苏家？这个楚长云现在不除掉，以后肯定会成为心腹大患。难道……宁儿，再过几天就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你开不开心？
装什么清高？要不是你爹在我爸面前求天求地，我会看上你。别给脸不要脸。就算没有林家帮忙，我爹也能想到办法。这门婚事，我绝不承认。你说不承认就不承认，我告诉你，这门婚事由不得你。今天我就要你当我的女人。放开我，这里是我家，你敢胡来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爹？雪宁儿，你怕不是活在梦里？如今雪家已经濒临崩溃，你爹更是急得焦头烂额。现在能救你们的只有我们林家，只需要我们林家一句话，不出1个星期，你们雪氏集团会被彻底除名。你卑鄙！常云，对不起，恐怕这辈子我真的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这才对嘛，跟着我有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香蕉你个巴拉，你是谁？敢坏老子的好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的女人，你也敢动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天南五虎之一林家的少爷林浩，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什么天南五虎？没听说过。哎呦喂！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，连江城赫赫有名的林家都不知道，还不快滚！不然等我林家的人来了，我管你是天南五虎还是天南五鼠，记住，雪宁儿是我的女人，再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我废了你！这不是人，这10米的距离，眨眼就到，这根本不是凡人能做到的。好，很好，雪宁儿，你敢背着我找男人，那你们雪家那就没必要存在了。还有这个叫楚长云的，你也给我等着，这个婆我林浩记下了，你们2个有胆子就不要走，定要你们百倍偿还。常云，快走！楚常云，你快走！林家势力庞大，是天南五虎之一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这里的事情我来扛，你快逃，越远越好。宁儿，没事了，别怕。怎么会没事？林家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们有我在，我说过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不管是林家还是什么天南五虎，都伤不了你分毫。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个林家究竟是谁？雪家为什么会依赖林家？我们雪家能成为临江市4大家族，几乎全靠手机研发技术。可3个月前，爸爸突然发现厂里所有的芯片制作大师都集体失踪了，无论怎么找都杳无音讯。直到半个月后，100万台手机的订单进入生产倒计时，我们才发现是林浩，是他让他父亲动用了天南的人脉，用高薪和威胁双重手段，把掌握核心技术的研究大师都拐到了林家旗下的公司。没有晶片，这100万台手机就成了一堆废铁。按照合同，要是下个月交不了货，我们不仅要赔偿客户巨额违约金，还得承担生产线停滞的损失，算下来足足有数10亿。林浩的父亲就是在这时候找上门，提出只要我和林浩订婚，他就愿意归还晶片大师，还帮我们解决订单危机。爸爸走投无路，只能答应了这门婚姻。再过10天就是我们原定的大婚日子。常云，你别掺和进来，你还有爷爷要照顾，楚家刚有起色，不能因为我毁于一旦。我们本来就不适合。想啥呢？这不过是件小事而已，我有办法解决，别哭了。你有办法？你要和林家作对？不行的，林家可不是临江的小家族，他们是天南的顶级财阀，号称天南五虎之一，根基深厚，黑白2道都有人脉。天南五虎，呵呵，在我眼里不过就是天南五鼠罢了，一群靠着阴谋诡计欺压旁人的跳梁小丑，也配称虎？你相信我？我相信楚大哥。好，那我们这就去找你爸爸，退掉这门荒唐的婚事。
林少爷，实在对不住，宁儿年纪小不懂事，让您受了委屈，这真的只是突发情况，还请您多多谅解。谅解？哼，薛无极，你女儿找来野男人打我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别说芯片大师，你们雪家下个月就等着破产吧！五叔，就是他，刚才就是这小子闯进来坏我好事，还动手打了我。就是你这小子勾引我家少爷的未婚妻，还伤了少爷。刚才哪只脚踢的我家少爷？自己剁了，再给浩儿磕3个响头赔罪，发誓永远不能靠近雪宁儿，我便饶你一条命。啊！五叔息怒，五叔息怒啊！他们年轻人气盛不懂事，我替他给您和林少爷赔罪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和晚辈一般见识。薛无极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居然还敢偏袒这对狗男女！既然如此，那现在我要你亲手砍了这小子的双腿，要么我让雪氏集团明天就从临江彻底消失，让你雪家100年基业毁在你的手里。爸爸，楚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来的，你要是想伤害他，就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宁儿，退后。我不，楚大哥，我绝对不能让你受伤。哈哈哈哈！真是情深意重啊！雪无极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！我倒要看看你是选雪家还是选你女儿的野男人！我的二弟！五叔，快杀了他，替我报仇！大胆！就这点实力，也敢向我出剑？哟，居然能躲过去，看来也不是个草包。你是传说中的吴天雄！楚长云，你死定了！居然能逼得五叔脱下手套，你这辈子也算值了！老夫吴天雄，早年入深山打猎10余年，将铁砂掌的刚猛与野兽的攻击相融，取题精华，练就了这套独一无二的兽形铁砂掌。江湖中至今无人能接我3掌，故得铁掌王之称。如今你重伤我家少爷，辱我林家颜面，能死在我的铁砂掌下，算是你天大的荣幸。吴先生，此事皆因小辈儿女纠纷而起，何必赶尽杀绝？铁砂掌，哼，有点意思。可惜就这点能耐，也敢来对付我，还是差了不少火候。狂妄之力！这不可能！这就是所谓的天南五虎麾下的高手。哼，不过如此。带着你少爷赶紧去看医生吧，说不定还能保住二弟。楚长云，你给老夫等着！林家的底蕴远超你的想象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会让你和雪家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楚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放心，我没事。长云，谢谢你今天救了宁儿，但林家势力庞大，高手如云，我们雪家不想拖累你，
你还是走吧，后续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。我已经决定要和宁儿在一起了。雪家的事不过是个小小的林家，我根本没放在眼里。你有对付林家的办法？常云，林家的威胁可不只是武林高手那么简单，他们垄断了我们手机生产所需的全部晶片。仅仅2天后就是100万台手机的交货日期。若是交不了货，我们不仅要赔偿巨额的违约金，整个雪家还会背上数十亿的债务，不出1周就会彻底垮掉。我知道了。先带我去你们的手机研发中心看看吧。常云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之前使用的晶片样本。自从我们雪家的核心研发师被林高星挖走后，我们就算想破脑袋，也无法破译其中的核心代码。给我2天时间，我来解决。你快想想办法！我们就这一个儿子，难道就让他这么被人废了？废物！家主，那楚长云绝非等闲之辈，他年纪轻轻，却能轻易破解我的铁砂掌，体内真气更是精纯磅礴。我怀疑他是一名修武者。修武者，20出头的修武者，倒是个天才。可惜，敢动我林家的人，天才也得死。传令下去，让黑白双煞即刻出关，前往临江市。什么？家主，黑白双煞，他们可是……我知道，当年他们屠城被通缉，是我保下了他们。如今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武长云必须死，雪家也要彻底临江消失。把那小子给我带回来，我也要让他尝尝浩儿吃的苦。黑白双煞据说是能沟通幽冥、操控阴力的狠角色，当年仅凭2人就踏平了一个小型城市啊！如今重出江湖，看来临江要变天了。过几天就是市场部去雪家验收货的日子，正好给他们安个罪名。家主，市场部可是有关部门啊，动他们怕什么？雪家交不出货，为了逃避违约金，杀害市场部验收人员。我林家路见不平，出手惩恶扬善，有何不可？到时候，就算有关部门追查，也只会定雪家的罪。